大家好，我是杨浩宇，我的题目是 Terahertz Compressed Sensing Image System， 就是在 Terahertz 这个波段的电磁波，透过 Compressed Sensing 的方式完成成像系统。Terahertz 是一个波长介于100个 micron 到1个 millimeter 之间的电磁波，由于它对材料具有高度的穿透性，在穿透材料之后并不会破坏这个材料，并且在穿透材料之后可以获取这个材料的特性，因此它不管是在药物、毒品或是食品检测上面，或是安全声音检测上面都有很重要的应用。那在特赫兹影像方面，因为它具有可以穿透物体的特性，它可以看到，等于说它可以看到豆荚里面的豆子，或者说可以看到悠游卡里面的晶片，或者说可以看到被挡住的3D 物体。但是目前太赫兹的成像系统遇到一个问题是，它没办法像一般的可见光的成像系统，比如手机的成像系统，用 detector array 的方式去做成像。原因是以目前制程技术来说，要完成一个 detector Terahertz 的 detector 需要价30万台币，而要完成一个 detector array 需要耗上数百万台币，才有机会把这 detector array 做出来。而为了达到 detector array 的成像效果，目前最常用的 Terahertz imaging 的成像方式，就是用 pixel by pixel scanning 的方式，把这张图全部得到取值。而这样的取值方法需要耗上数个小时到数十个小时之间，才有机会把一张图解回来。那为了解决掉这个问题，解决这个成像速度过慢的问题，我将 Compressed Sensing 概念引入到这个系统当中。Compressed Sensing 不同于 Raster Scanning 一次只取1个 pixel 的方式 ，Compressed Sensing 是每次的取值都对这个物体取多个值，将这多个值加在一起变成一次的取值值。经过 n 次，每次不同取点的取值之后，可以通过解图演算法配合这前面的取值值，将这个图解回来。而 Compressed Sensing 的优势在于，它并不需要像 Raster Scanning 取这么多次的取值数量，它可以用远低于 Raster Scanning 的取值数量就可以把图解回来。等效来讲，它就是用从本质上减少取值的数量，而增加取值的速度。我也透过这个方法，在我的系统上面让小时等级的成像速度变成分钟等级的成像速度。而在 Compressed Sensing 理论当中，不同的 mask 会有不同的成像效果。那如何选择这个 mask 跟如何 implement 这个 mask， 就是我这个 project 主要在做的事情。在 mask 的选择方面，从 Compressed Sensing 理论来看，如果把每次的选择的矩阵拉成一个一维阵列，然后并将 n 次取值每次的阵列堆成一个2D 矩阵之后，去计算它的 mutual coherence。在 Compressed Sensing 理论当中，越低的 mutual coherence， 它就可以解出越好的品质越好的图案。而在理论当中，本努里的矩阵它具有较好的解图能力。而在我的模拟当中，本努里 distribution 的matrix 相较于其他 distribution， 比如说 uniform distribution 都有较好的解图能力。那我是从 SSIM 还有 MAC 这2个指标去判断的，也因此我选择本努里的 mask 当做我解图的矩阵，解图跟取值的矩阵。那在 mask implement 的方面，在正常的情况下，没有照光的情况下 Terahertz 可以轻易的穿透半导体的 wafer， 但是当这个半导体的 wafer 照射光之后，它表面会产生电子，产生电子的半导体的物理性质会像是金属一样，而金属会反射电磁波，也就会挡掉 Terahertz。而如果说我能让这个半导体上面 wafer 雷射光图案变成部分有光，部分没光，那这样 Terahertz 穿透过去，我就能达到这个 mask 的效果。而我透过用雷射光照射在 DMD 之上，反射到 wafer， 达到这样的效果。而 DMD 是一块镜子，它切成200万个小晶片，那我可以透过电脑控制每一块小晶片的转动。那 DMD 可以做到高速 mask 形状的变换。那我也透过这个方法去设计了这整套这个 mask， 去 implement 这个 mask。而在系统底材的方面，最直接的方式就是让雷射光照射到 DMD， 直接反射到 wafer 上面，而再让 Terahertz 光路穿透这个 wafer， 就可以达到多点取值的效果。但是如果直接这样做的话，会发现一个问题是，这个光路上面，不管是在 Near IR 或是 Terahertz 光路上，都会有 diffraction 的问题。那会发生 diffraction 的问题是，因为我的波长跟我照射的物体的大小过于接近。比如说在 Near IR 光路上面，雷射光照射到 DMD 反射出去之后，这个
mask 的形状会随着距离的增加而变得越来越模糊，而到 Germanium 上面之后，它会变得很模糊到分辨不出来原本的形状是怎么样。而在 TeraHertz 光路也是，因为 TeraHertz 光它的 wavelength 大概是3mm level， 一般我拍的物体都是在公分等级。那当光穿透物体之后，它光的形状也会随着距离的增加而慢慢变得模糊。那等于来说，如果说我用原本的这套系统设计方式，那我在Germanium上面看到的图案就是用模糊的影像配合模糊的 mask 去做解图，那这会造成解图上面非常非常的不精准。为了解决掉这个问题，我将 CF 系统加入了我的系统当中。那 CF 系统是由2道平行光所组成，而 CF 系统神奇的地方是，如果说我把一个物体放在这个 lens 后面距离一个焦距的地方，它可以把这个物体完美的复制到另外一个 lens 后面距离一个焦距的地方。那透过这个方法，我就可以让 DMD 让它的 max 的形状直接复制到 Germanium 上面来，也可以让 TeraHertz 光路上这个 Y 的形状直接复制到 Germanium 上。那等于来说，我实际上用的 object 跟实际上用的 mask 就是原本我理想上的 mask 跟 object 的形状了。好，那我透过以上这些方法完成了系统的硬体设计。那为了做到自动上的取值，我控制了 DMD 还有 TeraHertz 的 detector 连接到 PT 上面，配合解图演算法把这个图做取值与解图。那我取值的逻辑是每换一次 DMD 换一次 frame， 那 TeraHertz detector 就取一次值。那取完 n 次值之后，就可以配合解图演算法将这个图解回来。而我也通过这套系统的设计，完成了这套的系统的光路。而在光路的表现上面，我的 Near IR 打到 Germanium 的 Max 上面，它是一个菱形的形状，因为斜打上去的。那我的TeraHertz光斑是打在这个 Near IR Max 的正中间，而我也透过这套系统成功解出1维的图案，还有2维的十字图案。那 Compression Sensing 不同于 Raster Scanning， 它一次取值是对物体做多点的取值。那多点取值经过 n 次的取值之后，可以透过解图演算法把图解回来。而它最大的差别是 Raster Scanning 的取值速度受限于马达的移动速度，而 Compression Sensing 是移动速度是被受限于 DMD 的换分速度。而透过我的方法，我可以我如果用 Raster Scanning， 我一张影像需要花上数个小时到数十个小时才有办法把一张图案解回来，而透过我的系统，我能够在1分钟之内将一张图解回来。而 Compression Sensing 的优势在于，目前我的系统只做了 Proof of Concept Results， 而 Compression Sensing 的优势在于，它能够在 Pixel Number 越高的时候，它的取值数量的比例会变得越少。等于说，比如说我用128个 pixel 乘128 pixel 影像来讲好了，我只需要用20% Raster Scanning 的取值数量就可以将图解回来，而这也是我的 future work。那在另外一个 future work 当中，因为我做的是成像系统，但是我目前只能在实验室去 demo 我的东西。那未来的目标是可以让这个系统变成 portable， 可以推出实验室。那我也透过这套系统获得 ADITA 比赛的优等奖。ADITA 竞赛是目前台湾最大的太赫兹竞赛。那我也是110年科技部的大学生研究计划得奖组之一。那我也发表一篇 IEEE 的 First Order Conference Publication。而我目前正在申请相关的专利，一个是 TeraHertz Printable 的 Filter， 另外一个是 TeraHertz Grayscale Compression Sensing Imaging System。好，感谢聆听。